是艳压关之琳不输李嘉欣的内地初代超模。一夜成名之后呢，拒绝百亿富豪求爱，劝退官富二代追求，事业巅峰退行，只为力保清白。他就是国模鼻祖叶继红。获得季军的是29号选手姚佩芳小姐。获得亚军的是10号选手柏青小姐。冠军叶该红小姐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，国际舞台上对东方美人的定义呢，好像跑偏了。那些所谓的高级脸呢，清一色啊都是这个高颧骨啊、吊梢眼、塌鼻梁，仿佛只有长成那样啊才配叫做超模。这种带着偏见的审美霸凌啊，根本不是正统的东方审美。但如果把时间倒回到30年前啊，你会发现那时候的国模不迎合、不媚俗，美的是端庄大气，美的是国色天香。而站在那个时代顶峰的女人啊，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叶继红。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哈尔滨姑娘啊。叶继红的美呢，是那种带有公平性的、压倒一切的正宫范儿。她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啊，从小就是被父母捧在手心里的掌上明珠。这给了她2样东西啊，一是高挑白净、亭亭玉立的硬件，二是见过世面啊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底气。1989年呢，对于中国时尚界来说，那是开天辟地的一年呢。第一届新丝路模特大赛是在广州举行的啊，那场比赛啊，简直就是诸神之战呢。季军姚佩芳长得像蓝洁瑛和李嘉欣的结合体啊，一袭白色婚纱，温婉大气，那是标准的上海名媛范儿。亚军百青呢，眉宇间呢带着英气啊，柳叶弯眉，举手投足间呢都是成熟女性的风韵。但是当冠军叶继红出场时啊，全场都安静了。她身高1.75米啊，高鼻梁，上扬眼，下颌略方啊，自带一种睥睨天下的冷艳感。她穿着那件标志性的黑色露肩礼服，在 T 台上走的那叫一个摇曳生姿，那种美呢是盛唐气象里的牡丹，是真正的人间富贵花。她毫无悬念的拿下了冠军，还顺手包揽了最上镜奖和全场最佳印象奖。一夜之间呢，叶继红这3个字那是响彻大江南北。那时候她有多么红呢？她是各大报刊啊、杂志封面的钉子户，她是代表中国形象的国脸。无数的画家呢以她为原型去作画，甚至可以说啊，是她呢定义了那个年代中国式性感的标准：大气、健康、明媚，绝不扭捏。名利场的大门呢向她敞开了，而且呢门槛是铺满了黄金。迷恋她的百亿富豪呀，公开示爱，豪车别墅随便挑；仰慕她的官二代呀、富二代排着队的去请她吃饭。嗅觉灵敏的影视投资商呢，捧着天价的片酬求她进入娱乐圈去拍戏，只要她点点头啊，她就能拥有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钱。但是叶继红呢，把这些送上门的富贵全都给拒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觉得那些眼神啊让他不舒服。有一次呢，新加坡的一家公司啊花重金要求他去演出啊，合同签了，机票买了，人也飞过去了。结果到了现场一看，那根本不是什么正规的秀场，而是一个鱼龙混杂、灯红酒绿的成人酒吧。那台下坐着的是眼神轻浮的看客，台上要走的是充满了暗示意味的步子。那要换做一些啊想红想疯的小模特，那可能就忍忍就过去了，毕竟钱给到位了呀。但是叶继红呢，当场就炸了。他觉得自己是中国的超模，代表的是国家的脸面，在这样的地方走秀啊，不仅是侮辱了他自己，更是在给国家的荣誉抹黑。二话不说啊，直接罢演，要求回国。这主办方也急了呀，拿合同压他，你这是单方面违约呀，回程的机票我们不报销。叶继红冷冷一笑啊，不用你们报，老娘自己买。他当场是自掏腰包买了最近一班回国的机票啊，头也不回的离开了那个肮脏的地方。这份刚，这份傲呢，简直就是大女主剧本照进了现实。在这个模特行业充满了灰色地带和潜规则的年代，叶继红呢就像是一朵带刺的玫瑰，时刻保持着12分的警惕。他不接受不明不白的饭局，不接受带有附加条件的赞助。他发现啊，这个圈子啊看似是光鲜亮丽，实则呢是陷阱重重。他不想把自己的精力和智慧浪费在这些个烂人烂事的周旋上。于是呢，在他事业最巅峰的时刻呢，他做出了那个惊人的决定：退圈封回。这在当时啊，简直就是不可理喻的。多少人呢都挤破了头想要进这个圈子，你却要走。但是叶继红呢，走的是义无反顾。对他来说啊，道德的清白、心灵的安定，远比物质的充裕呢要重要10000倍。退圈之后的叶继红呢，并没有像很多人恶意揣测的那样啊，加入豪门去当金丝雀。相反呢，他选择了一条更加硬核的创业之路。他利用自己积蓄的审美和人脉，开办了自己的设计公司，甚至呢还办起了模特学校。他要用自己的方式啊，去定义美，去培养下一代真正干净的模特。而在感情上呢，他的选择呢，更是让所有的吃瓜群众都大跌眼镜。他拒绝了所有的富商巨贾，最后呢，嫁给了一个电脑工程师。这位先生啊，性格踏实谦逊，不懂什么是时尚啊，也不会说
说什么甜言蜜语，在世俗的眼光里呢，她和光芒万丈的叶继红简直就是两个世界的人。但叶继红看中的恰恰是她的普通，在她面前呢，她不需要端着模特的架子，不需要担心对方是图她的名还是图她的色，他们是平等的灵魂，是能够互相扶持的战友。据说呢，在这个叶继红创业初期呢，曾遇到过这个资金困难的问题，她为了给学生交学费，甚至抵押了自己冠军奖杯。为了省钱进货呢，她做过绿皮火车的硬座，而她的丈夫始终默默地站在她的身后，理解她，支持她，她懂她的骄傲，也懂她的脆弱，这才是叶继红想要的归宿。如今的叶继红呢，早已远离了聚光灯，她和丈夫育有2个优秀的孩子啊。平时呢，她会带着孩子呢去这个孤儿院做义工，去养老院去探望老人，她活的是低调、充实且幸福。前段时间呢，有媒体拍到了她的近照啊，虽然说岁月在脸上留下了痕迹，但那份刻在骨子里的优雅和从容呢，却随着时间的沉淀变得是更加的迷人。她没有变成满脸玻尿酸的冻龄怪物，也没有变成珠光宝气的豪门怨妇，她优雅的老去了，却依旧是那个眼神清澈、腰杆挺直的女王。所以呢，咱们最后啊，再用一个心理学上的概念来总结一下叶继红的人生智慧，这叫做自我决定论。这个理论认为呢，一个人幸福的根源呢，在于满足了3个基本的心理需求：自主性、胜任感和归属感。叶继红的一生啊，就是对自我决定论的完美实践。他拒绝被资本定义，拒绝被西方审美 PUA， 拒绝被潜规则裹挟啊，他牢牢地掌控着自己人生的遥控器，想红就红，想退就退。他在模特领域呢做到了顶峰，在创业领域呢也做的是风生水起。他用实力证明了自己不是花瓶，而是有脑子的实干家。他没有迷失在虚假的名利场社交里啊，而是找到了一个真正懂他、爱他的伴侣，建立了一个温暖的家庭。相比之下，那些为了迎合西方审美，把自己整成吊梢眼的模特啊，那些为了嫁入豪门啊，不惜削足适履的女星，她们或许呢拥有了暂时的名利，但却永远失去了自我。这真正的美呢，从来不是迎合别人的眼光，而是坚持自己的底色。